这是韩中选，今天是2020年5月27号，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考试，我觉得还蛮奇怪的，因为我们老师让我们在后方装一个就是类似于监控的一个设备，让我们可以盯紧我们前面的屏幕和我们的桌案，但是我现在把我所有的那些不用的书垒起来之后，我发现它还是看不见我的桌面，现在想怎么办？我已经把那个 iPad 的那个，就是它的那个 Magic Keyboard 已经调到它的那个最高的那种角度了，但是现在还是不行。然后我还有大约40分钟就要考试了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现在经过了调试完之后，现在终于可以看到我的桌面了。然后它的要求呢就是让我们打在一张 A4 纸上，然后他在结束的时候会留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，把这张 A4 纸用来扫描来，然后发给他。他的意思是在有效期间内是有效的，然后一旦超过这个时间他就不接受了。但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是蛮有 bug 的，但是鉴于他是开卷考试嘛，就不跟他计较这么多了。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开卷考试，因为开卷考试的话，那就意味着题会更难。但是我觉得自己智商不够难，但同时呢，我又其实前段时间我说我并不想开学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开学还是蛮有必要的，因为在家里面就比较闲，然后闲的一个后果就是自己什么都顾不过来，然后本来应该早就完成的一些任务，然后我甚至有的东西已经拖到了现在都还没有做。这样吧，现在是6点半了，然后我刚刚交了卷，然后就完成了我第一次在重庆参加一个南京的考试，就想起来还蛮奇怪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种远距离的线上考试嘛。然后刚刚考的这一科呢，我觉得就比我想象的难多了。那老师跟我们说，就我们这一科叫做那个固体火箭发动机传热学，其实它就是算一些方程的一些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前几天就复习的时候问我们老师嘛，就是说我问他那个计算题大概有几个，然后他说2个左右吧，结果今天一来5个，他当时说2个左右的时候，我就想啊，那我肯定都能猜到是哪一张要出计算题，哪一张出计算题，然后我就盯着那2张看的那个所有的公式啊什么的，都是盯着那2张看的，然后他今天突然出了5个计算题，然后猝不及防就胡乱的在那儿翻那个 PowerPoint， 就当场临时学，然后临时算，然后结果我还是有2个题没有算完。然后呢，这是我刚答的那个纸，空白。然后这是他的那个传热学，虽然说本科的话，其实我们并不会学特别深入，然后主要有很多东西他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学的。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填空。就一整张写满了，我觉得我当时写这个时候其实是挺慌的，因为它里面全部考了很多概念题，然后其实因为知道是开卷考试嘛，所以那些概念我全部一个都没有背过，就只能在那个他给的那个 slide 里面一个一个的找，然后我昨天就自己自制了一个 slide， 就是把他所有给的那个 slide 全部合成在一起。然后今天再用那个 Ctrl 加 F 的那个查找那个关键字，然后就是确实是快了不少，但是还是就有的东西概念不是很清楚的话，找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。然后当时我就写这个东西，写了1页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时间肯定不够了，然后有几个难找的，我就留在那儿没有找了，然后去算后边的计算题。然后呢，因为当时知道。我觉得就是可能回来也不需要用到什么计算器之类的吧，然后我就最惨的是我回来没有带科学计算器，然后现在我今天所有的计算题我都是用 MATLAB 来算的，但是就比较麻烦，如果按计算器的话就会快很多，像这种题，一整个的这种题，就因为时间来不及了，这后边的结果我全都没有写，就把公式打上去，希望老师能多给一点分，然后。考完之后呢，这已经好像成为一个传统了，就是考完之后，我在那个群里面，我们在群里面刷了这样的东西，就是老师辛苦了，就刷满了1屏，然后
最惨的是我就是刚才就下着就是刚刚考试考完嘛，我有一个填空题不会，就死活没找着嘛，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我们班的一个同学，然后他给了我答案，然后我就飞快的把它填上，然后我就交了，但是我就庆幸自己多得了这2分，然后特别悲惨的事情发生了。然后在我交了那个卷子之后嘛，然后我就看到这手机上还有这张图，我发现他好像比我多答了1道题，结果我一看我写漏了1道题，就是那2分，就是我认为自己把那2分补救上去，实际上我还有1个题没有写，就那种怎么说呢？就第一次参加这种考试的话，就因为他那个你看这个，他给的是一个 PDF 格式的一个试题，就特别小。字特别小，然后就很容易看漏，我就真的看漏了之后，我就完全没有发现，就直接把它交上去。我还跟那个老师解释，还好这个老师还比较好说话。就我刚算了一下，这一课的成绩可能并不会那么高，但是每次考完试的话，总是会很开心的。